事情是这样子的，在疫情之后，泰国观光业的复苏之路一直受到各种因素干扰，始终处于起起落落的状态。其中有以为胜的就是缅甸电诈的问题。本来随着缅北果敢的诈骗窝点被清剿，事情看起来好像告一个段落了，没想到诈骗活动却渐渐往苗瓦迪聚拢。直到爆出中国男星被绑架的新闻之后，泰国观光业再次蒙受一记重击。至于新闻里面提到的那个苗瓦迪到底在哪里？为什么明明在缅甸，却每次都跟泰国扯上关系呢？苗瓦迪是一个位于缅甸南部的小镇，地处偏远，原本是一个人烟稀少的乡下地方，但因为刚好跟泰国相邻，占有交通枢纽之便，便渐渐为诈骗集团提供了有利的发展条件。包含上次王姓的事件，目前大部分听到的新闻报道都是说，先用招聘资讯把人骗到曼谷，然后再一路再到边境的 Meso， 接着再偷渡运送到苗瓦迪。这就是为什么明明诈骗窝点在缅甸，但泰国却每次都被拖下水的原因。最近常常看到泰国的中文社群在讨论观光萧条的话题，也不知道是因为雨季淡季的关系，还是真的走不出诈团的阴霾。而我自己本身也有一个美斯乐的朋友，平常在曼谷当中文导游，但是最近生意冷清到他直接回山上老家住了。他说完全没有中国团客，一团都没有，瞬间就失业了。于是我突然觉得好奇，想去看看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。而且其实 Meso 很久以前就在我的泰国旅游清单上了。我向来就是对边境城市很有兴趣，早在有诈骗集团之前，就有听说那边付20泰铢的船票就可以偷渡。当时还想着能不能也顺便偷渡到缅甸去旅游一下。总之，基于上述种种原因，我决定启程前往 Meso， 去看看苗瓦迪这个全亚洲最凶恶、最恶名昭彰的电诈园区到底长什么样子。而与电诈园区只相隔一条河的 Meso，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城镇呢？这里危险吗？真的像网民担心的那样，走在路上就会被诈骗集团抓走吗？究竟我能不能平安回来？又究竟为什么我会被警察拦下，差一点进不了 Meso 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近来没有直达 Meso 的班车，清迈才有。刚好这几天有事情去了清迈，想说就趁此机会去一趟。出发的前一天晚上，跟清迈的一个朋友叙旧，结果刚好他的女朋友是缅甸人，我便趁机问了他一些问题。他说他有去过苗瓦迪，但当时主要是为了去对面的 Meso 旅游。问到关于诈骗集团的事，他说他本身就有朋友在苗瓦迪的诈骗集团里面工作，但他不是被骗或被绑，而是自愿去应征的。待遇的部分，1个月的薪水大概6万泰铢，但薪水高低也是取决于业绩。以他朋友这种自动应征的人来说，是不会被虐待的，但一样要住在里面，平常不能出来。至于问到走在路上会不会被诈骗集团绑走，他则是大笑着挥挥手说，不会啦，不会啦，他们根本不会理你，也不会随便绑架路人，只要你不要靠近他们的园区就好。听他这样讲，我就更放心了。隔天早上一早就從清迈的旅館退房，叫了一輛摩托計程車前往巴士總站。ต้องใส่หมวกใช่ไหมคะไม่ต้องก็ได้ไม่มีตำรวจจับเหรอคะเลิกแล้วครับ清迈到 Meso 的班车一天只有一班，下午1點半發車，車程7個小時，票價350泰铢。等車的時候稍微看了一下其他乘客的臉譜，其實看起來都挺正常的啊，就是一些返鄉遊子的樣子，沒什麼可疑人士。不過不會講泰語的緬甸人倒是有一些，像這個大哥就不會講泰語。ลงไหนครับแม่สอดลงไหนครับ踏上一段全新的旅程还是有点期待的。虽然我常常搭巴士出去玩，但主要都在清莱、清迈，很少去别的府。这是我第一次去达府，连公路上普通的风景都让我感到雀跃。巴士开了几个小时之后，停在了一个类似休息站的地方。车长小姐说停靠30分钟给大家吃饭。走进店里是一个食堂，没有那种慢吞吞的菜色，基本上就是吃快餐，点了马上吃，一点都不浪费时间。原本以为要连续坐7小时的车，上车前吃超饱的，
却没想到在食堂停靠。但基于一种旅游的心情，我也还是点了餐跟大家一起吃。吃饱喝足之后，又继续踏上旅途。中间巴士陆续经过了几个检查站点，这种检查站在泰国的长途公路很常见，尤其是通往边境城镇的路途中一定会遇到，主要检查偷渡、走私或身份不明者的违法情事。我们清莱也有很多。夜幕时分，巴士突然驶进了山区，这景象看起来是不是增添了几分不安？有没有更像是要被载去卖的感觉？总算快要到达梅索之前，我们经过了最后一个检查站。这时候，警察上来逐一盘查乘客的身份证件。这个流程我很熟悉了，于是就拿出护照，悠悠哉哉地等着。但没想到，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。ไต้หวันค่ะมาทำอะไรไม่สนมาเที่ยวค่ะมาเที่ยวหาใครไม่หารู้จักใครไหมไม่ก็มาเที่ยวเฉยๆค่ะไม่ได้ต้องรู้จักคนที่ไม่สดด้วยจริงเหรอใช่ทำไมวะอะไรไหมคะทำอะไรครับไม่รู้เหรอไม่ใช่现在是晚上的10点20。我本来应该8点20就要到饭店的，结果我在检查站被警察盘查了1个多小时，然后经过了一番波折，总算放行让我来。而且是警察载我到饭店的。最后，刚刚在检查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让我们把时间倒回1个小时前。在我被告知如果在 Meso 没有认识的朋友就不能进去之后，警察就直接把我请下车。他让我将随身行李都拿下来，然后留了司机的电话，就跟司机说可以走了。被巴士丢包的我拎着一卡行李箱，不安地跟着警察进了检查站。由于里面不能摄影，以下就用示意画面来讲解吧。检查站里空间配置很简单，中间一张大桌子，四周贴满告示跟标语，其中一个大看板贴了被诈骗集团虐待的受害者照片，都是一些很可怕、很恶心的伤口，颇有泰国香烟包装的风格。而这个看板旁边还有来自中国大使馆的中文标语，警告大家不要被招工广告骗。一进到检查站，警察就立刻查对桌上的一张列表，口中念着台湾台湾。本来他还有点不太确定，但在列表中看到台湾的那一刻，他露出了一副这一下子我肯定不能放你通行的表情。于是他让我坐下来，对我进行进一步的讯问。你来美索做什么？旅游。这个答案让他啼笑皆非的跟旁边的同事对看一眼，然后说：哪有人来美索旅游的？在美索没有认识的人就不能进去吗？对，不行。可是我不知道啊，我以为泰国哪里都可以去，这个是规定吗？他停顿了一下，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，倒是话锋一转问我：你知道对面缅甸很危险吗？那边有诈骗集团哦。我说我知道啊，新闻都有报啊，但是我只会待在 Meso， 又不会过去缅甸。然后警察突然说：你们每个人都是这样讲，但最后还是偷跑过去啊。听到他这么说，我突然明白了什么。你是说有很多人假装要去美索，但却偷跑去缅甸做诈骗吗？对啊。他们都是自愿的吗？通常都是被骗的，之后如果做不好就会被打，然后接到报案的话，我们就要过去把人找出来。男的女的都有吗？都有。现在这种人还是很多吗？很多。哇，这跟我们一般想象的好像不太一样啊。网络上中文社群大肆渲染的资讯都是绑架啊，路上突然被抓走啊，细思极恐啊，连嘟嘟车司机都要小心啊等等。但事实上，绝大部分的受害案例竟然是自愿受骗，也就是说，在没有被控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，自己想方设法要过去的。
这时我又想到他一开始比对的那张列表，那会不会是一份高风险受害者国家清单？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是外国人，在 Meso 没有认识的朋友，而且国籍又在这一份清单里面，那他们就不会让你去 Meso。接着他又问我来泰国干嘛，住在哪里，学校名字是什么，有没有上课的照片等等。尽管我有丰富而真实的泰国长期生活足迹，他依然不敢放我通行，于是当场打了通电话请示长官。长官听完他解释整个情况，然后说那现在如果说我们要让他进去，一定要确保一切都没有问题，我们才可以让他进去。那如果最后决定不让他进去呢，我们也一定要跟人家解释原因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你要收集最详尽的资讯，知道吗？是，我知道。果然听领导一席话，如听一席话，这不是有说跟没说一样吗？因为这边僵持不下，渐渐引起其他同事的注意，陆陆续续有几个警察过来关心情况。然后不知不觉间，突然就有5、6个警察围在我前面，讨论要不要让我进内所。讯问我的那个警察跟大家解释说，他问了2个长官，2个都说让他自己决定。然后其他同事就说，那你就决定啊。结果他慌张地说，不是我决定，是我们大家一起决定。结果可想而知，没人想做这个决定。于是他看着我，眼神中流露一丝期盼，然后问我，那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还想去美所玩吗？言下之意就是，要不你就别去了吧。我说，现在已经不是玩不玩的问题了，现在问题是，如果我今天不能进妹所，那我晚上要住在哪里？明天清晨就有车回清迈，你可以在这里等到明天。哇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我说我不要，我已经坐了7个小时的车了，我不想再坐了。虽然警察可以体会我的心情，但他还是不敢让我进妹所。看到他们这么如临大敌的样子，我倒是第一次开始担心了起来。我问他，妹所真的有这么危险吗？其实我也不是什么不怕死的人，我敢来是因为我对泰国的治安非常有信心。我认为只要我在泰国境内就很安全，不可能会有什么光天化日之下当街抓人的事情发生。但他们紧张成这样子，害我也开始不安。不，美所很安全，你待在美所就不会有问题。那就对了呀，我只会待在美所啊。但是苗瓦迪非常危险，那些人会虐待跟绑架。那我就算只待在美所，他们也会在路上绑架我吗？不会，你待在美所就不会有问题。那就对了呀，我只会待在美所啊。可能是看我有点沮丧，这时旁边另一个警察默默安慰了我一下。他们是担心你的安全，怕你偷跑去缅甸，他们不希望你出事。感受到他的友善，我也比较放松，像跟朋友聊天一样跟他说，我不可能去缅甸的啦，因为我……结果他听到我分享的资讯后，突然眼睛一亮。你说你是真的吗？你有证据吗？我说有啊，在我的行李箱里。结果没想到这个新资讯竟然成为有力的证明，其他警察看了也如同打了强心针，总算相信我不会跑去缅甸工作，愿意放我通行了。至于我究竟是靠什么获得通行证的呢？为了避免诈骗分子造假模仿，我就不分享了。但是这么晚了，我又被巴士放生，要怎么进入 Meso 市区呢？答案是军车。收好包包一回头，就看到一辆军车停在检查站门口。我当下的心情大概是这样子的，而且还有2个军人跟我一起过去，这阵仗也太大了吧！无论如何可以进Meso市区真的是太好了。我刚才还很绝望的想说，天哪，这支影片该不会到检查站就结束了吧？还好没有白跑一趟。下集 Yuna 会带大家去看看传说中的诈骗园区长什么样子，还有一起探索 Meso 这个城市。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，喜欢的话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下集见，สวัสดีเจ้า